怎么超越大多数人。这一期主题将是你超越别人的有效办法。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，那怎么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？只能依靠自己的成长来获得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成长是个什么东西。所谓不断的超越自己，是超越什么？是知你所不知，能你所不能。当你还是婴儿时，你除了会嗷嗷哭，你什么都不会。终于你学会爬，学会走，学习就是你在成长。但很多人在成年进入社会以后就停止学习了。为什么你在婴幼儿时期、少年时期你能快速成长？即便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，但在婴幼儿时期都拥有超高的确定性。但进入社会后就不一样了，这种不确定性给你带来巨大的焦虑，你越来越不敢动弹了。无论是什么时代，无论是什么国家，这种人都是大多数。要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就必须进入到这些个体变化的行为层面上。只有看到了行为本身，才知道怎么用行为去执行改变。道理大家一定都懂，只是没有系统化而已。如果你的确定性很高，你做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以结果为主，但你生活的不确定性很高，那么你做事的出发点往往就是以你现在自身的条件为主的。换句话来讲，处于成长阶段的你一般是先看目标，再反过来看条件，但是停止成长以后的你，往往先看自己有什么条件，再去看目标。千万不要觉得你已经是第一众人了。如果婴儿也是先根据自己的条件再来看目标，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成长，他这一生大概就只会爬了。在他的条件中他是不会走的，他充其量只是想办法爬得更好一点，他永远也不可能跑。你现在在学习中、生活中、工作中，你是怎么样在成长？你也许会说，我也是在按照目标做事。的确有一部分是这样，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这种情况大部分发生在你生存需要的问题上面。还有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在看着目标解决问题，其实那个目标是别人给你的，不是你的。可能因为你在上班，你要靠这个拿工资养活自己，仅此而已。你自己的目标需要自己去找的。你现在很迷茫，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干什么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永远在根据自身现有的条件去寻找目标。如果用这种方式处理人生的成长，你只有爬的能力，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跑的结果。无论你的能力怎么样，是要干大事还是要干小事，不管你是开一家饭店还是开一个酒楼，记住，先看目标再看条件，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去解决。如果你尽了全力，发现这事儿你还是没有办法办成，那就没办成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婴儿从爬到走路，摔跤是常有的事。这种做事的逻辑行为我们就叫资源整合。这当然很难，因为你的每一个目标都会比你现在的能力大一些，当然不会大太多，因为你不会主动去追求一个更差的生活目标，也不会去追求一个远远超越你现在生活的生活目标。你大概率只能绝对满足你找到目标中的其中一部分条件，还有一部分条件需要整合资源。既然超出了能力，所以过程中你还是会有焦虑，还是会出现不舒适。所以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老板，他们既充满了自信又很焦虑。大家都有焦虑，都有不舒适，但是人家的焦虑和不舒适跟你的那种焦虑和不舒适是一回事吗？先看目标再看条件，记住且执行这8个字，你就能超越世界上很多人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为我点个赞并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变富。感谢收看。